台湾女生的 PR50，所谓的 PR50就是上次讲的中型曲线一半的意思。重点来了，罩杯是C罩杯，网友在下面大呼惊叹原来大部分的人都是 D， 我以为只有 D 耶。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玉豪医师，欢迎来到 D 卡调查局的一心为美版。好，那为什么今天是这个开场的主题呢？原因呢，继上一次躺着有乳沟被误会的网友之后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最近讨论度很高的一个 D 卡主题。那这个小编又私讯我，希望豪医师可以下班来解答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制作了 D 卡调查局的 Part 2，就是关于罩杯的迷思。我们上车喽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那呢，豪医师的收到这一篇的文章呢，标题叫做《台湾女生的身高罩杯分布揭晓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篇的内容哦。台湾女生的 PR50，所谓的 PR50就是上次讲的中型曲线一半的意思。PR50是159.5公分。重点来了，罩杯是C罩杯，网友在下面大呼惊叹可能这时候C罩杯的就会觉得说，我大于这个 PR50，我是领先一半以上的人。可是呢，下面也有很多人的回复，居然是说原来大部分的人都是 D， 我以为只有 D 耶。所以呢，这个就产生了一些网友的讨论跟同学的比较，这个是比较是很不可取的心态，所以请大家不要去比较这一点。不过呢，今天呢，既然来了这个主题呢，我们豪医师就要跟大家来讲一下罩杯的迷思。为什么呢？很多的朋友来豪医师的诊间咨询，豪医师都会先问第一句话，请问你现在是什么罩杯？然后你希望达到什么罩杯？原因呢？罩杯这件事情其实是大家民众、女生跟闺蜜之间讨论的一个话题，甚至是说呢 ，model 除了3围以外，它一定要公布所谓的34然后或者是36这一类的一个罩杯数字。那可是呢，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，这个罩杯好像会有一点点差异。比如说，女生呢去一些比较偏日系、亚洲系的厂牌买的可能是D罩杯或E罩杯，可是呢，今天呢去到美系的厂牌，只有买到所谓的大 B 或者是小 C 杯，所以这个中间就会产生一个不是那么科学的一个沟通工具。所以呢，回过头来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呢，整形外科医师通常只会问你想要提升到怎么罩杯，但是植入的这个假体却不会告诉你说，我帮你植入C罩杯假体或者是D罩杯假体。原因是因为我们通常是一个科学化训练的人，所以我们告诉患者的也要很科学。在之前的影片当中有这个女生的测量胸型的数据，所以呢，我们会测量这个术前要隆乳的女生有这样子的胸部底宽，那我们就会去挑选合适的一个假体底宽。它是最适合你的胸型的，所以呢，这样子的一个底宽，我们通常有一个转换的概念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底宽做出来的假体，假定它是125cc， 我们大概对应来说就是升级一个罩杯。假定是250cc， 考一下数学是几个罩杯？是2个罩杯。所以呢，今天假定呢，豪医师帮你植入一个300cc 的假体，我们呢只能确定说，你铁定会提升大概2.5罩杯的一个容量。可是呢，一样回到源头，如果你去买日系的，你可能会提升的比较多；可是如果去买美系的，你可能提升没那么多。所以差异还是差在这里。那为什么医生跟医生之间，或者是医生跟客人之间，只能用这个数据来做沟通？原因是呢，我们每一颗原厂来的假体，其实只会告诉我们这样子假体的一个身份证，比如说这个假体的底宽多少、多高、宽度多少，然后它被填充多少 cc 的一个矽胶。
所以呢，在我们很明确的跟客人沟通合适的假体的时候，我们只能用这个数据去做沟通。而实际上在手术当中，我们拿出这样子的假体去做植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，你植入的是多少 CC 数的一个假体，没有办法去告诉你说，恭喜你植入的是一个 B 罩杯假体，或者是你植入的是一个 D 罩杯假体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哦。所以呢，回到这个 PR50的迪卡的调查好了，如果说我们平均都是 C 罩杯的胸型，我们基本上假定你放入平均250cc 或者是接近300cc 的假体，那恭喜你，你就可以顺利的大约提升到所谓的1罩杯，那就可以升级到我们的 PR85了，就是代表说你只要是有1罩杯，你就可以赢过大部分85。我们刚才才说过不要比较，就是可以是 PR85，属于你是前段班的一个罩杯咯。不过呢，郝医生在这边就要分享一个有趣的，就是每年啊，郝医生其实都会去台湾整形外科医学会去做上课跟进修嘛。那其实，在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数据啊，在过往大概5到10年前，其实那时候果冻矽胶刚开始风行的时候，大部分的医师公布出来的数据是250到280左右范围的一个植入物是女生的最爱，也是医师的最爱用。可是最近这2、3年呢，我们在整形外科医学会讨论的大部分是300到350的一个植入物，这个部分的数据是一个大缺货的一个热门数据。所以呢，大家根据这个数字，代表呢，我们假体的这个 PR50呢，也是在改变当中。过往呢，大家可能会觉得，不敢让太多人知道，然后只想要放一个小小的、有一点提升的一个假体。但呢，现在的女生呢，其实更勇于追求自信以及成就，所以呢，她其实也不害怕告诉大家我有去做假体隆乳，像很有名的 YouTuber 雷拉就去大方公布她有那个隆乳的故事嘛。所以在我们医生跟患者沟通之下，目前呢，这近几年呢，这个假体的置入的数据啊，越来越大。从以前的200多到现在，基本上常常都是300、350起跳的一个假体。但是呢，这个部分呢，假体一样不是称斤论两，说放越大越好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呢要放入多大的一个假体，还是要适合你的胸型，以及完整的跟医师讨论风险以及术后所会遇到的问题，这样子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哦。那不管呢，刚才大家对应这一个表，你是 PR 多少的罩杯，或者是整形外科目前常用假体的一个数据，不管你是 PR 多少，其实郝医生觉得这个迪卡文章里面有一个网友留言的最好，就是不重要，不管你是 PR 多少，每个女生只要你有自信，都是最美最好看的。这是郝医生也是赞同的答案哦。那不知道今天的这个主题呢，大家感不感兴趣？那郝医师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乡野调查，想要问一下医心唯美频道的朋友，如果呢今天你要做假体隆乳的话，那我们的选项 A， 既然价钱一样，能做越大越好。这个是就帮我们按下 A。那如果呢，你认为选 B， 不管怎么样，医生给的建议最适合，挑选适合我的假体最重要，那请你留言 B。那如果赞成天然的雄鹤妈妈生给我的最好，就是说我才不要做假体隆乳类，请你留言 C。欢迎各位朋友在底下留言，帮我们回复 A、B、C 来告诉郝医生这个乡野调查的答案哦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。OK，Good。